霍元甲所持兵器为轻剑，这是清代制式的一种单手剑，全长90厘米，两面开刃，由剑身、剑柄、剑穗3部分组成。我们再看一下霍元甲的起手式有什么不同。右手为螺旋握剑法，左手为剑绝指，这里可不是为了美观好看，其主要目的是点穴戳眼。安东尼所持武器正是西洋佩剑，西洋剑又分为花剑、重剑和佩剑。佩剑全长105厘米，重量在500克以内。它的剑身有刃与背，横截面基本为梯形，提供了良好的切割性能。护手盘为月牙形，既美观又实用。佩剑在击剑比赛中具有较高的攻击力与灵活性。右横击剑，左横击剑，进步3连刺。下劈剑，左横击剑，右劈剑，左劈剑，再次右劈剑。霍元甲大惊，交手数招便感受到了安东尼的出剑密集而紧凑。也许是以前从未遇到这种打法，自己也竟被一时压制。传统意义上的西洋剑进攻方式非常的简单，但是动作基本围绕人体中线为主，所以它的节奏和速度极快。在安东尼强势的进攻之下，霍元甲并未自乱阵脚，抓住机会一招挂剑格挡，顺势蜻蜓点水反击。达摩剑法2马分鬃，华山剑法转身观阵，武当剑法仙人指路，左横斩反击，下截剑，连续劈剑对削。这么流畅的视频少不了一台好设备。最近我发现转转的二手苹果13 Pro 只要2500多，比新款16 Pro 便宜了3000多。关键现在新款升级不大，半价买二手才更划算。而且转转是知名二手大平台，手机都经过多轮标准化严格质检，比一般的二手更靠谱。上面的平板也很不错，买靠谱二手，我只推荐转转。蜻蜓剑法怪蟒入折，幸亏安东尼手臂带有护甲，挡下了这一剑，随后迅速将剑弹开，一招横斩反击攻向霍元甲，腰腹欲开膛破肚。危难之际，霍元甲一招达摩剑法横江飞渡轻松化解。可以看到，霍元甲本可一剑封喉，结果其性命，但是他留手了，突然便是胸口而去，仅是划破了对方护甲。兄弟们把武德2个字打在公屏上。此刻安东尼亚麻带住的表情，说明他仍然心有余悸。上部点剑，横击剑反击，下截剑追击，架剑格挡，定阳真式。不难发现，畏手畏脚的安东尼败相见险。此前几次进攻都没讨到便宜的他，在被霍元甲差点一剑反杀之后，更是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，犹如惊弓之鸟一般。但是毕竟作为欧洲击剑的3连冠，上了擂台又怎能轻易认输呢？反观摸清对方路数的霍元甲，出招更加气势如虹了。进步刺剑，苏秦背剑。正所谓骄兵必败，安东尼以为霍元甲如此托大，敢把后背暴露出来给自己，且不知这就是中华武术的精妙之处，玩的就是一个艺高人胆大，顾脉破绽且诱敌深入。只能说外国人哪里晓得，中国武术是所有武术鼻祖的含金量还在上升。撤步点剑，明白了吧？若不是安东尼多次护甲防身，早已是霍元甲的剑下亡魂了。独立不截剑，武当剑法锥形截脉。锥形截脉是武当4剑中的高级剑法，预判对手的出招动作，甚至洞察意识，讲究后发先至，以巧妙角度截击对方攻击而来的肢体，阻止其攻击，甚至令对手肢体自行送到剑锋上，即所谓锥形截脉。是不是感觉和李小龙所推崇的截拳道理念不谋而合？这里再次被护甲挡住。照这样下去，想要结束战斗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一招毙命。我们接着看，提撩剑卸力，横扫剑击胸，垂剑拦挡，华山剑法扫颈寻眉，绞剑，拨剑。随后霍元甲一招白蛇吐信直取其腹部，不料护甲狂魔再次利用手臂硬挡了下来。登时霍元甲又以一招紫焰穿林挑破了他的护甲，挂剑格挡，回身劈剑，下拍剑，武当剑法犀牛望月。打斗至此，霍元甲不仅破了对方的甲，还卸了对方的刃，堪称是全方位的碾压局获胜，不愧是武器大师。您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啊，略知一二。